大家好，这里是加拿大101，我们今天继续来聊关于移民的最新消息啊。11月1号啊，加拿大宣布了2025年和2026年的移民接收目标啊将维持不变，每年呢希望能接收大约50万移民。尽管加拿大当前的移民水平啊已经创下历史新高，但是加拿大皇家银行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啊，加拿大的移民水平未来可能还需要进一步提高。那报告进一步指出啊，即便维持现有的移民水平，也无法满足加拿大的人口增长需求和国内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加拿大需要移民主要出于这几个原因，最紧迫的呢就是应对人口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的问题。加拿大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同时生育率也很低，每位妇女啊平均只生 1.4 个孩子。这和许多西方国家是状况类似，这就意味着仅仅靠加拿大国内新生儿是无法维持人口增长的，所以移民对加拿大来说是至关重要。此外呢，作为全球第9大经济体啊，加拿大的经济对劳动力市场也有很大需求，而劳动力市场也面临着与人口同样的补充问题。这两个因素啊，加剧了移民对维持加拿大国家健康和未来繁荣的必要性。因为这个原因啊，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些就是加拿大目前移民创纪录速度增长的原因。但是啊，如果我们考虑到移民目标的稳定化，这个说法啊，只能说明问题的一半。之所以说移民水平未来还可能需要提高，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当前啊，移民目标在每年50万人，至少持续到2026年啊。尽管这是一个历史新高啊，约占加拿大当前人口的 1.3%， 但这仍然不足以稳定加拿大的人口，也无法满足未来的劳动力需求。根据加拿大皇家银行的报告啊，为了抵消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加拿大每年需要移民相当于现在人口 2.1%， 也就是每年84万9944名新移民。这就意味着要达到这个平衡，当前的移民目标每年至少还需要增加30多万。早些时候啊，德信发布的一份关于加拿大适当移民水平的这个研究报告啊，得出了类似的结论。那个报告指出啊，加拿大不仅需要加大移民力度，而且主要是为了增加在职人口。在德信的这个研究中啊，为了维持当前的青壮年和老年的在职人口比例，每年在职人口需要增长 2.7%， 就是72万1600人。那为了维持历史上在职和退休人口的比例，这个数字需要达到每年 4.5%， 就是147万6000人。根据这两份报告的预测啊，加拿大必须继续显著地增加当前的移民水平，不仅是为了人口结构，也是为了满足劳动力的需求，维持经济的增长，并支撑加拿大的医疗保健、基础设施和更广泛的社会结构。加拿大的这个人口金字塔图啊，也显示了加拿大面临的这个人口老化的问题。尽管加拿大长期需要大量移民啊，但加拿大皇家银行的报告也指出啊，移民部门决定在2024年到2026年期间稳定当前移民水平也是合理的。加拿大是否能够接受和融合新移民到人口结构和经济中，将决定它的移民计划啊，它是整体的能否成功。鉴于近期的这个房价问题是吧，加拿大在可承受的价格提供房屋，不仅对新移民也对加拿大人的这个能力受到质疑，这就进一步加剧了对移民的争议。那作为回应啊，移民部门呢承诺重新审视临时居民，包括留学生和工作签证持有者的数量。这一类别啊，在新冠疫情之后出现了大幅增长。此外呢，联邦政府承诺呢用平衡的移民政策来解决当前建筑业的重要劳动力短缺问题。这与这个所谓稳定的移民目标相匹配既能满足劳动力的需求，也不会过度增加房屋需求这正是加拿大经济学家一直呼吁的。
好的，今天的加拿大移民消息和大家聊到这儿。我们是加拿大101，一个关注加拿大移民政策和故事的小频道。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关注并打开小铃铛，以便及时收看。如果我的视频中有错误啊，欢迎您提出宝贵意见。谢谢收看，再见。